我在之前的视频中提到，福利可能在2022年春节前就已经不在了。网上流传着当晚的视频，画面里疑似福利被扔出窗外，还有人喊着福利。今天我就顶着锅盖继续挨骂。但我想强调的是，我只是提出疑问，尝试思考是否存在其他可能性。任何真相都不应该害怕质疑与推敲。方框中破损的纱窗就是朦胧坠楼时所在的那扇窗。我们先来看一下阳光上东小区的周边环境以及案发的居民楼。可以看到，小区四周被商业区环绕，整体十分繁华，并非偏僻地段。这栋就是案发的18楼1单元居民楼。吉光光的住所位于5楼，按位置推算，从窗户坠落后应当落在楼下的水泥地面或紧邻的绿化带区域。我们再来看一遍白天拍摄的居民楼坠落位置。我们来对比一下网上流传的扔福利视频中的居民楼，可以清楚看到，两者在楼体外观、窗户形状等方面均存在明显差异。此外，上东小区周边并不存在视频中那样大面积空旷的绿化地。视频里还出现了有人喊福利的声音，有网友认为那是朦胧。然而需要注意的是，朦胧是从5楼坠落到水泥地面，当时已经奄奄一息。我们都看过他被装进袋子抬走，以及被塞进后备箱的视频。以当时的身体状况来看，他根本不可能再发出清晰的声音。我并不怀疑音频的真实性，但有可能被剪辑过。从此前的视频信息推断，自2022年起，朦胧已经没有单独租住的住所，否则这帮人会选择在他住所布置死亡现场。不管朦胧是否把福利养在身边，福利能健康快乐的生活的可能性很小。他们折磨朦胧时，首先被牵连的往往是福利。而且狗具有护主本能，福利若表现出保护行为，也可能因此遭致迫害。我认为福利大概是在2022年11月22日去世的。1年之后，朦胧于2023年11月22日发布了一条微博，用来怀念2只狗狗。画面中，2只狗狗盛装打扮，快乐活泼，而朦胧却独自一人，身处黑暗之中，形成了强烈而令人心酸的对比。